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加拿大呀，房地产政策又调整了，怎么调整的呢？外国人呢，从1月1号起到2025年的1月1号就不能在加拿大买房了。那这个海外的买家禁令啊，长达2年，可以说对加拿大房价肯定是有相当影响的。这次禁令啊提到的外国人，就 foreigner 呢，主要是指非加拿大公民或者非永久居民的人。那针对的房产呢是居民住宅房产。工业类房产是不受限制的，那具体是哪些居民住宅包括在里边呢？就包括这个独立屋啊、双拼、排屋啊，那些公寓、共管的公寓，以及呢，规划用于建设居民住宅的这种空地的那个物业，地也要受限制。不过呢，度假性的这个房屋呢是不在禁令之内的。那外国买家呢，可以在未来2年内仍然可以在加拿大自由的购买度假房产。如果违反这个禁令怎么办呢？根据这个加拿大房屋信贷公司的这个说法呢，违反禁令而购买加拿大房产的外国买家，以及在所有这个过程中协助交易的人或者机构，都将面临1万加币的罚款。1万。那违规购买的房产呢，也要被法院强行拍卖，结果等于是钱没了，房也没了。好在人还有，是吧？不过呢，这次禁令啊也不是一刀切，那根据这个细则呀，里边还有一些豁免的。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条例啊，比如说哪些人能豁免呢？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持有工签的外国职工以及持有学签的国际学生。你孩子要是在加拿大还留学，你是可以买的。这类人群呢，可以在加拿大购买房价低于50万加币的房产，但这2类人买房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你比如说，工签的持有者呀，在加拿大至少居住满4年，而且在4年里的全职工作至少有3年时间，就是说有3年的缴税记录。你之前呢还不能在加拿大买过房产。那学签的持有者呢，就是说你在加拿大至少已经居住满5年，5年呢也都是有缴税记录。而且在加拿大的时间不能少于244天，之前在加拿大也不能买过房产。所以呢，除了这2类人群之外，在加拿大的难民或者有外交护照的这个外交官或者使馆工作人员呢，也可以获得这个豁免，你可以自由购房。另外呢，那些因为离婚呐、赠礼呀或者遗产获得的房产呢，也不受这个禁令限制。那比如说，我要是以公司名义能在加拿大买房吗？如果你不是在加拿大境内注册的公司啊，比如说是外国企业和外国控股企业，你是不能在加拿大以公司名义买房的。那刚才我们讲过，这个国际留学生和外国职工，他可以买房，为什么他能豁免呢？还是为了吸纳人才。大家知道啊，在疫情前后啊，加拿大是非常缺人的。到现在也非常缺人，他今年、明年和后年啊，加拿大的移民政策要吸收145万的永久居民，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政策之一，可以说，总的来说吧，未来2年，你要是想在加拿大买房，你没有合法身份，也没有孩子在加拿大，也没有长期在加拿大缴税，你是挺难的。那你可以买什么呢？你可以买度假房产。那当然说，目前加拿大的这个房产还是比较冷清的，但实际上呢，也要分地区。比如说，原来过高的地区，像多伦多、温哥华，房价看起来呢是降了一些，但实际上呢，好的户型、好的房产价格并没有降太多。就是炒得过热的那些极端的，那肯定受影响。当然也有降的比较多的了啊。所以这次呢，2年啊，这个禁止外国人购房禁令呢，主要是为了呢，降低这个房价，提高这个房屋的负担性。这次加拿大疫情之间啊，突然的房价涨啊，让很多加拿大人呢是苦不堪言。主要是那些第一次购买者呢，购买的能力、可负担能力越来越差了。所以呢，他们出台这政策。但是说到底，你出台这政策，你能达到你的目的吗？那很多人啊，包括很多房产中介都是不认同的，因为外国买家并不是加拿大房价的推手。海外买家买的那些地区，你比如说像安省啊、BC 省啊，它占的比例也不超过4%。
96%的房子实际上是加拿大本地人买的。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供应链，是因为你房产供应的量少，才造成了房价的上涨。你整个在疫情期间，从伐木开始到所有的供应链、零配件、装修啊，用的材料，包括施工，包括工人，全部都打了折扣。所以呢，这个供应的急剧减少是造成这一次房产上涨的量式反应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了，你不能说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给出这么个姿态来，可能还有后续的其他政策，比如说，调整这个贷款利率啊等等还在搞。我个人觉得呢，加拿大房产呢，起码到明年的中期就明年上半年这个势头呢是不会抬头的。我觉得到明年下半年，加拿大房产呢很有可能呢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你有什么建议和留言呢？可以在评论区评论。谢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